泰国悍将艾迪擂台上突发奇招，一个飞踢踢倒了小虎铁英华，台下的泰国观众以为必胜，开始欢呼雀跃。真当铁英华是吃素的吗？铁英华之所以被称为小虎，就因为他比赛时犹如猛虎下山，体能充沛，打法刚猛。一直以来，很多国内拳手在遇到打法刚猛、体能变态的欧美选手时，往往都会打得有气无力，而铁英华则是一个例外。面对那些刚猛的欧美选手，铁英华的表现则是更加的刚猛，比赛时常常会像推土机一样和对手硬刚，只不过是一个突然的招数，根本不足以克制铁英华。这场比赛是铁英华为国出征，在马来西亚的一场比赛，对手艾迪在当地的地位跟巅峰时期的波球相差无几，因为这场客场作战对小虎来说是不容易的。长按3秒点赞支持一下，一起来看看小虎为国出征又是如何为国扬威。大家好，我是武林风体育评论员宋宇杰，现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首府新山市体育馆为您转播男子67公斤级私人赛的半决赛的第2场。红方是来自大东祥俱乐部的铁英华，是武林风的中国勇士，而蓝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艾迪。比赛一开始，两人都是非常谨慎的进行试探。从两人的身体维度来看，艾迪好像比小虎壮一些，因此气势也很猛，率先的对小虎发起了进攻。艾迪多次进行扫踢，铁英华直接抓住他的腿进行克制，将他抵到了绳脚。艾迪也是非常的不服，一脸凶狠的盯着小虎，并且发起了凶猛的重拳连击。小虎不甘示弱，立即用重拳砸了回去。硬仗。我们通过这个开局来看，今天这个艾迪要比他2年前就是更加硬朗，但是小虎铁英华有他的杀人特点，那么他的特点就是他的出拳的速度很快，有很强的杀伤力和力量。我想在这场比赛里面，铁英华要利用他的拳法来进攻对手。因为这个艾迪呢，他练过泰拳，在马来西亚练过泰拳，他的腿还是很硬。这次武林风来到，小虎的拳脚动作很快，并且很会抓对手的空档。虽然艾迪表现得很凶，但小虎也凭借着快准狠，多次击中对手的腹部，可见小虎的打击是更有效的。LF 和这个 CAK 再度联手合作。目的想通过这种私人赛来选拔出更优秀的选手。今天这个艾迪也是有备而来他比2年前打得更加的油滑和聪明。因为在今天的比赛规则当中，膝是可以上头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艾迪利用一个膝上头的动作，虽然空了，但是我们感觉到艾迪今天的战术打法要丰富。今天铁英华进攻要更主动、更猛，这种猛是利用你的拳法。我们看到小虎铁英华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他的这种杀手锏还没有发挥出来他的威力。那么这种威力是他的拳法。小虎的体力非常充沛，19岁的他并没有因为客场作战而胆怯，也没有因为对手的实力而畏缩，反而是你强我更强，完全顶着对手的火力压制，将艾迪打得节节败退，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第一局比赛时间到了，在第一局比赛的最后10秒钟，双方都在寻找机会，尤其是小铁英华。这是铁英华在我们武林风比赛里面通过2年来他的进攻的一种秘诀和杀手锏，就在每一场比赛的每一局的最后的10秒钟来紧密对手。观众朋友，男子67公斤级私人赛的半决赛第2场，第2局比赛开始了。红方是武林风的中国勇士铁英华，而蓝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艾迪。那么通过第2回合，艾迪再次出腿，直接被铁英华逼至绳脚，紧接着就是一个重拳砸到艾迪头上。因为他是比较硬的。
大开大合那种进攻的线路，力量比较大，技术说不是那么的细腻，在进攻上。艾迪感受到对面年轻小将的气势，踢腿想拉开两人的距离，小虎直接一拳猛冲拉进内围，将对手顶在围绳上压着打。突然，艾迪突发奇招，撑着第一个飞踢，将铁英华扫倒在地，这太突然了，连现场解说都直呼这种进攻第一次见。虽然小虎迅速起身，但看得出来这个动作也让他有点猛。小虎被击中了，小虎要发挥出武松打虎的那种狠劲儿。这个动作奏效，让艾迪重新找回了自信，进攻也开始主动起来，甚至还得意忘形地袭击了小虎的后脑。然而裁判却并没有对艾迪进行警告。客场作战，有的时候裁判并不是那么公平的。既然如此，那就别怪小虎自己解决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场的观众都在为马来西亚的艾迪呐喊。但是我们看到小虎还是反应很快的啊，马上调整自己战术，对，利用后手的直拳攻击对手。我们说，这就是武松打虎的力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我们曾经说，马来西亚的艾迪在和2年前小虎开始发威，每一拳都直逼对手的头腹。艾迪虽然很硬，却也被打得有些恍惚，脚步开始虚晃，动作都变得慢了起来。现他的诡秘的战术应用上，尽管他的进攻的比赛路线并不是很细腻，但是他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丰富的。刚才他在第2局比赛里面利用了一个我们说是一种像那个侧手那种动作啊，你看刚才有一个迎击，他在比赛里面，现在铁英华只有主动的进攻，打乱他的这种防守的节奏，你让他占据主动。20 seconds。面对小虎的步步紧逼和重拳出击，他也只剩下虚弱的防守。虽然小虎非常勇猛，但艾迪能在本地有这样的人气也不是吃素的。面对小虎的凶狠，他很快转换战术，再次拉开了与小虎的距离，与小虎周旋起来，就这样又让他扛到了第3回合。多少影响了铁英华的技术。Third and final round。我们是在马来西亚新山市体育馆为您转播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马来西亚分站赛的男子67公斤级4人赛的半决赛第2场。最后一回合，小虎想赢的心更加迫切了，上来就是重拳的压制。艾迪也是一刻不敢放松，努力维持着与小虎的安全距离，但也不是完全不进攻，毕竟是在自己的主场，面对这么多的拳迷，也不能打得太怂。他趁小虎不备，一个砍踢扫倒了小虎，现场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看来艾迪为了自己在本国的名誉，也得拼一把了。他和2年前的进攻的力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要想占据场上的主动，只有把比赛节奏带起来。毕竟这个艾迪的年龄要比铁英华大，在体能上，铁英华占据一定的优势，这是要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因为打进第3局，艾迪肯定在体能上是会有所这个下降的。如果你要是一板一眼慢慢打，艾迪的这种体能，他就下降的那种明显程度就不是很大。他希望你打着慢节奏，不希望你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因为毕竟艾迪是练泰拳的哦。那么现在，铁英华应把自己的战术风格打出来，他的风格特点就是凌厉的快速进攻的速度和拳法。艾迪刻意保持着距离，想让小虎跟他慢慢打，因为泰拳出身的艾迪体力非常好。然后小虎根本不吃这一套，就是重拳猛冲进内围，重拳砸击。期间艾迪还故技重施，但早有准备的铁英华还会在一个动作跌倒第2次吗？侧手翻个动作，
在第2局比赛里面，曾经艾迪用过这种技术，使得这个铁银华并没有反应。哇，一个冲拳，对对对。突然，铁鹰虎瞅准时机，一个高扫直击艾迪颈部，艾迪再能抗，吃了这样一脚，也是重重的倒在了地上。瞬间，全场的欢呼变成了鸦雀无声。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被19岁的中国小将铁鹰华一脚干挺，小伙铁鹰华为国出战，扬威擂台他做到了。想必铁鹰华这个名字也会深深刻在马来西亚的人民心中。铁鹰华这种一往无前的硬刚打法，有没有征服你的心呢？欢迎在下方评论探讨。喜欢格斗的朋友们点个赞再走呗。跳膝倒了，在我觉得拿下应该除了最强中学生张佩冕，近期中国格斗的小级别又出现了一位实力猛将，他就是霍小龙。说到霍小龙，大家可能并不陌生，还隐隐约约又听过。的确，霍小龙不是擂台上的新秀，早就打过世界赛场级的比赛，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与 K1 王者村越优太的战斗。那场比赛他打法灵动，虽然3回合打满他被判负，但看过这场比赛的拳迷们都为他抱不平，觉得他才是那个优胜者。后来他很久都没出现，却依旧有不少网友在等待着他的复出。终于在今年3月10号，终于等来了他与伊朗拳手赛义德·马赫迪的比赛。长按点赞3秒，一起见证一个新的搏击巨星的出现。不允许接土帅，不允许开肘。那么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华龙依然是反架前后手的直拳往对方的外侧脚去移动。如果各位看过他在这个中国高速崛起时期的比赛，他的拳速并不是很快，但是重击能力很强。看对方这个赛德马哈迪动作也很快。哦呦，漂亮！在踢拳跟泰拳最大的不同呢，因为戴的是大手套啊。第1回合一开打就能看出霍小龙的霸气，他的拳的频率很快，准度也不错，给我们展现出了非常漂亮的一波换拳。能看出来，在他没有出现的这段时间，他不但没有放弃训练，反而精进了自己的技法。跳膝是他的杀手锏，这个跳膝与出拳的连击也非常漂亮，几乎完全压制着对手。深的边拳又击中了，赛义德刚才是被定了一下。小龙这场比赛准备的不错啊，状态上来以后很兴奋，但是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手的摆放。左右的直拳相对于前面的泰拳是不是快了很多？这个搏击讲究的是连绵不绝，特别是出身于大宗强体系的选手，他们是经历了包括泰教，然后荷兰教练就是立体进攻的那一波教练以及后来自己的摸索，才成型了自己的这套系统。后腿的扫踢，当时的包括新武创新那是这个散打自由搏击化的这个地方，包括现在的这广东系统的选手，他们更多的是以泰拳自由搏击化的系统，所以都各自形成了自己擅长的风格。像我们目前在万冠军，霍小龙的迎击拳多次砸中对手，而赛义德在这一回合能让人看出来的就是非常硬，毕竟泰拳出身的拳手在身体硬度这方面都不会差，打得也比较稳，被击中也不退，就是不停地压着对手拼，非常的顽强。直腿后手的直拳，左手的摆拳。霍小龙呢，就是反击速度、攻防转换速度不错，但是这个拼劲儿是够可怕的。前不久呢，他的应该是同届的韩豹，也是刚刚拿到了国内的自由搏击的冠军。就这一批的选手，现在已经是顶梁的人。第4代已经是顶梁的人，那么再往后的第5代其实都已经成熟起来。中国自由搏击的更迭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进化。在比赛还剩不到10秒钟时，霍小龙一个绝杀跳膝，对手当场倒地被读秒。不过赛义德很快站了起来，本来乘胜追击，霍小龙有1回合 KO 的机会，无奈时间不够，让对手躲过一劫。不多了，霍小龙再来一个，哎呀！
扫踢，前后手的摆拳，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是尽可能减少双方搂抱的时间的。第二回合，赛义德想迅速拿回优势，却反被霍小龙再次击中，他立马将自己的报价上移，防护住头部。刚才给了对方一个重击啊，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防御。脚下的移动很多，打俯击头，快速的迎击。双方打得都很猛，但有效的重击明显是霍小龙更多。但很快意外发生，霍小龙被踢单，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应该很痛。可是这场比赛是他更占优势，如果他给了太多时间给对方去休息，对他是不利的，因此他只能迅速的调整。优势上。两边是站错了边角，在裁判的关注之下，这个选手是可以跟自己的边角进行沟通的，以防止避嫌吧，就会不会往身上抹东西啊什么的。但现在这种因为高清技术的存在呢，实际上是比较难的。比赛继续，赛义德不停的高扫想重击霍小龙的腹部，而霍小龙则是从侧面直接重拳压进，对手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后直，跳膝又来，霍小龙还是要注意自己。前后手的直拳扫踢两击，把对方的防守降下来，开始击头。再次的重击，但是赛义德马赫迪的腿这个扫的点数也不少，还是要注意。现在霍小龙的打法，这个有点像早期的魏睿，有点没有魏睿出腿的频次高，拳法呢，在两人的疯狂对轰中，霍小龙再次被挂到裆，裁判竟直接示意霍小龙继续进攻。这个时候的确不能停，因为霍小龙的优势太大了，时间也不多了，而且霍小龙是反架选手，被挂挡也是常有的事。再顶膝。是要注意自己的体能，感觉霍小龙的体能消耗是有点大。后手的直拳，赛义德还是挺硬的。再次的移动，这样的话，赛义德，状态还是受影响。这个当时的第3代呢，应该是国内自由搏击最绚烂的，包括当时的这个王鹏飞，都是当年不可磨灭的那些人。第2代呢，像这个方便，哎呦，郑昭玉，郑昭玉应该是3代。这些像霍小龙这些选手跟徐岩啊，这都是早期的1代。好了，让我们再回到比赛中啊。第2回合呢，霍小龙有一点优势，但不明显。第1回合的那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再次重击到对方头部。比赛到了第3回合，霍小龙的重拳再发神威，击中对手头部，对手看拼拳拼不过，开始揍内围的缠抱打法。虽然这种打法不犯规，但看起来就是不太清爽。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霍小龙看起来发挥不错，其实在赛前他是出了状况的。在赛前他得了急性肠胃炎，拉了一晚上肚子，状态不是最佳，不然他应该能打出更好的成绩。这个一旦打起来啊，对霍小龙来讲，霍小龙是那种比较干脆的风格。如果进入到这个比较缠磨的这种风格啊，他其实发挥不出来了。赛义德马赫迪可能是因为体能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边角的战术。他现在只有 KO 意图，就是
终结霍小龙。那在这个缠斗的乱战里边打出重拳是有可能出现的。中国的这个自由搏击呢启动呢相对综合格斗要早很多，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4代，像综合格斗应该现在还在3代这个水平。扫踢连续的进到身边，你看对方的腿开始控制距离，霍小龙还是要注意自己脚下的移动。到底是霍小龙的拳出其不意，还是赛义德死性不改啊？多次被砸头摇摇欲坠，可赛义德的防守依旧破洞百出。比赛还有不到1分钟，估计是没有悬念了。这个还是要在拳的密度上增加一些。后手的直拳，前手的摆拳。体能有点受影响，赛义德开始打反击。哎，刚才的这个动作很危险，有点开肘的意思。霍小龙呢，后手拳是捶在对方的脸上，再扫。左手的直拳，跳膝，再来一个。这个跳膝啊，是需要对方的动作，特定的动作才能有效。但是腾空动作和转身动作是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扫踢，霍小龙还是在拳法方面还是有提高的空间的，他的硬度是不错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漂亮！最后不到10秒，霍小龙一个直拳直接将对手打飞到绳脚，赛义德再吃一个读秒，但又是没有时间了。但3回合2次击倒，这场比赛毋庸置疑是霍小龙拿下了，但没有 KO 对手，霍小龙还是觉得有些遗憾，只能说对手也是十分顽强的。冠军赛周5格斗夜的比赛呢，霍小龙的表现是非常不错，3个回合2次击倒。事实证明呢，在特殊的时期的3年之后啊，我们的自由搏击选手的水平啊，特别是小级别的选手的水平。大家觉得霍小龙的技术怎么样？欢迎在下方探讨。喜欢格斗的朋友点个关注再走呗。最后1秒压哨 KO，8年不败的女战神双眼无神望天，究竟是实力还是运气？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这场比赛的胜者龚彦丽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格斗人才，他出身于武术世家，6岁开始习武，后在老师的动员下改练散打，曾获得过山东锦标赛48公斤冠军、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48公斤冠军、中美对抗赛冠军等。职业战绩27次全胜，其中10多次 KO 的优秀战绩，让他获得了 KO 女皇的称号，是曾经巾帼3巨头的存在。他的对手贝特伦更是一个恐怖的存在，14岁就开始踏入格斗这个领域，16岁之后转战职业擂台。恐怖的是，至今为止的8年时间里，他没有输过一场比赛，曾2次获得欧洲冠军，5次世界冠军。巾帼3巨头中的鄂美蝶和汪科汉也都曾饮恨于他的手上。长按点赞3秒支持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场世纪大战吧。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勇士的荣耀第4期，我们现在在山西长治为您带来的这场世界一姐之战，15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赛。大家好，我是郑文吉，今天依旧是和王彦博老师一起为大家带来本场一姐之战的解说。这于是等了1个月，同意隔月再战。而龚彦丽在现在得到了1个月。比赛开始后，贝特伦的攻势非常的猛，一个劲的猛冲猛打，拳法又狠又快又准。面对这种猛冲式的打法，龚彦丽显然不是很适应，毕竟他的散打出身，拳法和腿法都是需要空间来施展的。全胜 MMA 2战全胜，而且我们才知道有可能还是 Ronda Rousey 的这个弟子啊。现在的贝特伦，我们看龚彦丽用的什么办法？一上来进内围，然后进了内围以后马上开始攻击，攻击完了马上抱对方，不给对方打出来距离的机会。但是在内围啊，感觉贝特伦也是攻击很凶啊。没错，力量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力量有一些把控啊。龚彦丽如果这样的话，消耗自己力量，在第2、第3回合可能会比较危险。左摔，
为大家从目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身高臂展上绝对是贝图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没错，3次 WBC 的世界冠军 ，WCK 的世界冠军 ，WF 的世界冠军。对，刚才还是有一个意外的用脑袋撞在了贝图伦的下巴上，要小心一些。在内维贝特伦如同一头雄狮，丝毫不给龚彦丽一点距离。龚彦丽只能尽力去寻找空档，转身边拳和顶膝的配合还击贝特伦，但这样大开大合的攻击方式显然非常的消耗体力。龚彦丽试图用高扫和侧踹来阻止对手的高频率进攻，但贝特伦好像丝毫不受影响，被踹后就迅速压境，像个只知前进不怕痛的机器人。想寻求一些更多的指导，没错，就是前面的左右组合把龚彦丽打退了。要知道 Veteran 不光是 X 进攻的女子代表，也是这个 WBC Muay Thai 的冠军啊，自己的顶膝是很犀利的。漂亮，这是个前手。前次没打到哦，小心！你冲进去的危险性很大呀。没错 ，Veteran 可是已经干掉了王。贝特伦这种打法不免让我想到了善用侧踹腿的关阿翠，他也曾遭遇过这种猛冲型选手，但他用比对手频率更快的侧踹腿，踹得对手根本无法逼近，从而掌控比赛节奏，赢得胜利。不知道龚彦丽用这种方法能不能克制住贝特伦，但有个难点，从身高臂展来看，贝特伦的优势非常大。如果龚彦丽只是中等幅度的高频率侧踹，可能不仅对贝特伦没用，反而只是在单纯消耗自己的体力。对手的距离，哇，前后的左右击打摆。龚彦丽的这个射程比对方要近，好的，漂亮，要多做这样的进攻。前摆很扎实的一个前摆拳。在中国，汪可涵、鄂美蝶和龚彦丽都是非常强悍的女子选手。而贝特伦在世界级在55公斤这个级别，贝特伦高频率的拳法输出让他在场面上占据了上风，而龚彦丽却因为多次搂抱对手，遭到了裁判的严厉警告。这对于龚彦丽来说非常不利，因为龚彦丽还没有找到可以压制贝特伦的方法。回放啊，看龚彦丽第一手的摇摆，然后抱。龚彦丽只要发现自己没有距离了以后，马上进行缠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缠斗的时候要小心对手的袭击，对手这个袭击非常的干净利落。是的 ，WBC Muay Thai 都是3次冠军。比赛来到第2回合，贝特伦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上来就是2个重重的直拳。从我们目测上，贝特伦的这个臂展是比龚彦丽长很多。他一上来用左右的这个连击来开始比赛。没错。龚彦丽选择的路线，我们觉得还是不错啊。他选择的是往 Veteran 的右侧方进，这样的话，如果打不到对方，可以抱对方，这样是给对方一个正面。好像再次警告，缠抱要尽量减少啊。侧滑波。龚彦丽这个时候面对第2回合是 Veteran 的强势局啊。后手塞到。在2人的轮番内围缠斗中，龚彦丽好像又不小心用头撞到了贝特伦，还是因为搂抱，被公正的裁判扣了1分，这对龚彦丽来说更加不利了。连击漂亮。裁判还是在细节把控上很专业的啊。没打到，又是连续的顶击。低位打斧打到了。Veteran 连击前手的刺拳很快。龚彦丽开始打得有点不知所措，龚彦丽的裁判不断提醒龚彦丽不要腿，要持续的攻击毒手的腹部。然而不幸的是，龚彦丽又压点了，被裁判再次扣了1分。这样的情况对于龚彦丽来说，除了终结对手，不然根本就没有了获胜的机会。一般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差不多就破罐子破摔了。然而龚彦丽却越打越猛了，跳起来的顶膝以及拼尽全力的高扫，无不都在消耗他巨大的体力。Veteran 不光是拳法很犀利，在箍颈以后的内围技术也是很丰富。好的中扫。龚彦丽的后手摆拳没有打到。龚彦丽的锁定。Veteran 的顶膝啊，用膝尖儿的这个位置。
他顶击的时候带一个起跳的动作。没错，扫踢、胫骨扫很标准。我们讲一个故事吧。其实 Veteran 去参与这个职业拳击的原因是很诡异的，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级别没有人给他打了以后，才会去参加职业拳击，而且还拿到了3战全胜这样的一个。另外他还打过 MMA 啊，还是在 Ronda Rousey 的馆训练啊。好的，漂亮，左右互抡，还是被推到攻击，又是袭击，基本上后面的判定无望，要靠判定来获胜是很难很难的。没错，判定无望。那这样的话，郭彦丽现在其实对郭彦丽来说是一个更轻松的过程了，自己现在可以放下自己的担子，放下包袱。其实我们看 Veteran 到现在为止的连续击并不是特别多，或者说对，除了近身的那个袭击很重之外，在拳法上和腿法上的那个重是非常的，并没有很有效的打。没错，最后一回合的较量非常重要。然而比赛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大的状况，在两人的对冲过程中，龚彦丽的脑袋直接撞到了贝特伦的面门上，贝特伦痛得发出了一声惊呼，龚彦丽也非常懊恼地摸了摸脑袋。贝特伦的鼻子流出了鼻血，贝特伦非常生气地向裁判控诉自己不满。这边是刚才一脑袋撞在贝特伦的鼻子上之后啊，这边是被顶出了鼻血。没错，大家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哇，这一下子，大家看，哇，脑袋尖儿，对，闪过去之后啊，脑袋。我们相信贝特伦这个龚彦丽不是故意的，但是对贝特伦的伤害是比较大的这一下。扫踢，可能因为想要率先进入到近距离的进攻和缠抱当中，这一拳有点打后脑的嫌疑。刚才闪出去，刚才这一下漂亮，对，转身后好的，对，要多这样的进攻，对，这样闪出去漂亮，一下没有担子了，现在开始拼了，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KO 女王。对。进行简单的止血过后，两人重新投入了战斗。时间不多了，龚彦丽拼了，开始疯狂快速的抡拳，跟对手比狠。这下反过来贝特伦开始搂爆了，裁判同样火眼金睛的对他做出了警告。邓超老师警告了贝特伦。好，这个2次打击，对，不要和对手靠得太近。前摆打到。刚才躲过贝特伦往左边闪躲之后的这个迎击是打得很漂亮，希望能够再打得好的，漂亮转身的中扫。龚彦丽的第3回合的表现才是我们一直期待的这场比赛。双手的箍颈，对，这个有这个消极的嫌疑。龚彦丽前摆后直。Veteran 现在要找一些有效的进攻方法了。现在明显我们看到龚彦丽发挥出来了自己的一些动作。龚彦丽可以让对手先主动出拳之后进行躲闪的迎击。那如果他率先发动进攻的话，距离是有些远。没错 ，Veteran 的连续进攻，连续前后。龚彦丽这场比赛的战术还是用的不错的，一旦失去自己擅长的中界，好的，漂亮，侧踹，扫踢。很多外国选手对于中国的侧踹腿都是防御能力很低的，因为不习惯。来一个转身的边腿，侧踹。哦，龚彦丽的战术很简单，用步子和身法移。尽管后半段龚彦丽表现得异常勇猛，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以为贝特伦将要将金国3巨头的最后一位选手龚彦丽也拿下的时候，伴随着第3回合的铃响，龚彦丽打出了神来一拳，直接命中贝特伦的下巴，将贝特伦击晕在了擂台上。全场瞬间爆发出巨大的惊呼声。压哨的 KO， 哇，太厉害了，龚彦丽，这是转身的 KO， 超级大翻盘。相信自己现在的表现，
哦，贝特伦在这边已经是失去了意识。我天哪！大家再看，哇，这个转身的边拳，我们看这个转身的边拳，就是这一拳。我们看到郭彦丽这边赶紧把贝特伦的腿要往上抬一抬，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峰。郭彦丽靠着这压哨的绝密一拳，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全胜战绩，同样打破了贝特伦8年不败的恐怖战绩，站上了世界女子格斗金字塔的顶端，并且经过这场比赛，贝特伦再也没有出现在擂台上，疑似退役。观众们觉得龚彦丽这场获胜是实力还是侥幸呢？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们点个赞再走呗。